明早卯时，交不出3两中等品质的夜影浮墨，这身外门皮就别穿了，直接去后山矿坑挖岩石。后山岩石矿地火排气口，炼气3层进去不出半月便会化作飞灰。赵德，你把内务堂拨给我们的3头暗影帽私下调卖，捂不住窟窿，就想拿我这个毫无背景的孤儿当毁坏灵材的替死鬼。太勉强了，飞邪里的妖煞根本不是我这炼气1层能压制的。暗影真血，盆里剩下的是毫无杂质的极品夜影浮墨。一阶天赋暗影灵动，贯通暗影之力，隐匿气息，速度暴增3成。中等品质，中品，只是要的中品。哼，可以，但你若弄虚作假，只是敢用来坑人的品质，我也敢给。这不可能！上个月教你的3步，只是上次教的分级、研磨、过滤3步，弟子终于学会了。行，中品达标。炼气1层壁垒松动，这才是实打实的长生之本。1阶下品，爆炎符。这50张爆炎符一起引爆，足以将半个芝磨坊夷为平地。即便是炼气中期，也得死。一盆发臭的下水废料，能熬出中品浮墨？这小畜生绝不仅是手气好，他肯定是摸清了我拿次品顶账的底细，留不得了。叶莲，昨天地上的血污没洗干净。今晚去后山废料厂值夜，把那3堆废弃腰果全给老子填进地火炉里烧了。少一根，明天你就滚去后山挖矿。是执事大人，弟子一定把垃圾烧得干干净净。果然，在这个鬼地方，太能干也是一种死罪啊！下辈子别怪老子心狠，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躲开了！你个杂役，竟敢藏奸！赵执事，这么晚了，来查我的岗吗？报。赵执事，您生前压榨我，死后这骨灰就当燃料还债吧。净水除尘。
300块下品灵石，我在外门干30年都赚不到。果然，马无夜草不肥。高级妖血精粹，难怪急着杀我灭口。小鼎，今晚你有口福了。内门考核凭证，外门的羊毛快薅秃了，是时候去内门进点高级货了。所有人靠墙列队。外门执事赵德涉嫌贪污倒卖库房高阶灵材，现已畏罪潜逃，即刻起封锁盘查，挨个问，如有半字隐瞒，当场格杀。你昨晚在哪儿？大人，小人昨晚被罚去后山废料厂烧垃圾去了。赵德去哪儿了？见过没有？没见过，小人一直在炉子边添火，什么都没看见啊，大人。废物！下一个。师兄，高阶寻迹罗盘扫过废料厂了，除了地火残渣，连赵德的一丝毛发气息都没剩下，显然早就抹出痕迹跑远了。发还不知位，封锁山门阵法，走。1阶极品玄甲龟真血，赵破皮，多谢馈赠了。被动天赋1阶玄甲石肤，可硬抗同阶法器锐气，削减对击。跑得快，加上防得住，在这鬼地方总算多了一点安全感。考入内门，最低门槛是当众调配2阶浮墨，外门根本见不到2阶材料，现在去也是垫底的炮灰。不急，继续在外门发育。我不管赵德以前给你们立的什么规矩，在我严某手下，只看产量。从今天起，每日提寸定额，翻3倍。门外那10车材料，明早卯时之前全部分类处理完毕，干不完的全员扣罚当月0食，连续3天不达标，统统滚去矿坑。3倍定额，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呀！3倍定额，10车废料，这简直是不用付账还能拿工钱的无限量自助餐。残丁反馈，上古冥蛇之血残留，能与暗影灵动产生羁绊突变。你手里拿的什么？交出来！严管事明鉴，小人没偷懒啊，这块蛇骨实在太硬了，小人用了2根研磨杵都捣不碎，正想拿去后院的地火炉里烧掉废气。混账东西！宗门灵材，哪怕是残渣也容不得你们随意丢弃，连块废骨都处理不好，这块本管事亲自拿去销毁。滚起来，继续干活！今天完不成媚娥，连你的骨头一起扔进炉子。是，多谢管事大人不罚之恩。小人这就干活。一块被抽干了核心精华的空壳垃圾，你严大管事就当个绝世宝贝供着吧。信息差
就是这修仙界最暴力的空手套白狼。这哪是跑路，这是反杀神技！真实修为炼气4层，对外压制2层，爆炎符摆3，土牢符30。欲炼气后期，符箓饱和轰炸，不死，应蛇顺步恐杀。筑基之下，我以自保。定是年代太久远，精华流失干净了，白高兴一场。内门急需镇灵墨，阴灵草告罄。拿好，下山去天福坊采购，少一钱拿你试问，天黑前滚回来。是，弟子绝不敢误了差事。制墨坊的残羹冷淡吃得够久了，真正的进货，现在才刚刚开始。出门在外，财不露白，炼气4层太扎眼，压到炼气2层，刚刚好。伙计，3斤阴凝菜，2两紫舒砂。狗道法则第1条，绝不因小失大，公差必须办得干干净，不留任何把柄，再花赵头皮的衣产。能让残鼎产生如此恐怖的共鸣，绝对是极品大妖的遗骨，不能直接拿，会被宰。这破铁片怎么卖？倒有实货，这可是筑基前辈的法器残片，成灰30块下品灵石。卷刃、阵纹全毁，毫无修复价值，5块。5块？你莫不是来消散老夫？最低25块。行，15块，算老夫今天开张赔本赚吆喝。把这块破黑炭添个彩头，算我20块下品灵石，不行我转身就走。这傻子花20灵石买一把彻底报废的破剑，那赶紧卖！成交，道友痛快。2阶大妖，赤炎狂猿真血，这老东西真把绝世珍宝当天头卖了，血赚！炼气5层，炼气6层，常规做法是跑，但留着2条随时会咬人的尾巴，我睡觉都不踏实，必须解决掉。地势封闭，无灵气外泄，土质松软，绝佳的火化选址。小子，挺会挑地方啊，给自己选的坟地，自己把储物袋扔过来，大爷心情好，或许还能留你个。神呐！再见。坊市真是个进货的好地方。430块下品灵石，杀人放金腰带，苦人诚不欺我。1阶极品火纹符笔，还有这30张2阶空白符纸。有了这支笔，配合我的纯净符墨，我完全可以尝试绘制2阶符箓。写10倍臂力，配合130张爆炎符，人形自走迫剑炮，成了。站住！去访视这么久，遇到麻烦了？大人明鉴，
坊室外头散修斗法，小人吓破了胆，跳进路边臭水沟躲了半天，天黑才敢爬出来赶路，这就耽误了时辰。真是个废物！滚回你的工位上去，耽误的时辰，今晚通宵补回来。是，多谢管事大人不罚之恩。都竖起耳朵听好，内门有令，一位身份极高的真传弟子急需定制一批极品的冰心符墨，用于压制修炼心魔。极品冰心符墨，冰系妖血最不稳定，稍有不慎就会炸炉啊！这差事谁接谁死？闭嘴！这次本管事亲自调配，你们负责前期淬炼和打下手。内门承诺，谁能助本管事炼成极品冰心符墨，得内门制墨阁保送名额。正常考试一暴露，借这机会拿保送，光明正大进内门，还能摆脱这帮苍蝇。保送名额，那我可就不客气的收下了。我的手！拖出去，把手剁了还能保命。二阶寒血，狂暴极寒，命都没了。管事大人，这寒血研磨最考验耐性，叶师弟做事踏实，这关键的研磨之位非他莫属。王师兄饶命啊！小人只有炼气1层，这二阶寒血会冻死我的。让你去就去，不去，我现在就打断你的腿。叶莲，去研磨台，出不来半成品，今天就不用下工了。计划通，终于摸到这批核心材料了。这小子没救了。去。原来如此。抽走核心狂暴因子后，二阶材料也不过如此。管事大人，小人幸不辱命。毫无杂质，完美度95%，这怎么可能？管事大人，这全是我前期材料分解的完美，他只是运气好捡现成，随便换头猪来研磨都能出极品。王师兄说的对，全靠师兄完美指点。既然师兄手艺精湛，剩下3批寒血还是请师兄亲自研磨，小人万万不敢鞠躬。好啊，这3批你亲自来，达不到95%，后果自负。抢功抢到老子头上来了，扔去后山挖矿。狂源右臂，成了。2阶烈火土牢复合符，底牌成型。都打起12分精神，今天下午调配最后的主墨。那位需要符墨的内门真传师姐，要亲自来外门监工。内门的大鱼，终于要现身了吗？恭迎苏师叔降临。年水莲，玄冰玉髓，这要是全扔进鼎里，法相不得起飞？开始吧。是，师叔。融合！压不住了，快退！炸炉，老子离得最近，必受重伤。这等3件神物回来，简直是暴殄天物！狂源右臂！
碰上死耗子，刚好打乱了暴走节点。你叫什么名字？仙子饶命！小人只是脚滑摔倒，不小心碰到了炉子，这都是严管事平日里阵法布置的好，自动平息了暴动，和小人毫无关系啊！你虽修为低劣，但于材料处理倒有几分天赋，拿着，下个月来内门材料可报到。趁热打铁，20张2阶雷火符，加上100多张1阶爆炎符，这套饱和火力轰炸下去，筑基初期修士连骨灰都拼不全。在这该死的修仙界，总算有了一点点安全感。瞎猫碰上死耗子，哼！去了内门最好夹着尾巴做人，别给外门丢脸。多谢管事大人教诲。1阶妖兽已经被我薅秃了，内门那些沉睡的结丹期大妖骸骨，我叶脸来驯获了。苏师叔真是越来越随性了，什么烂泥都往内门塞。换上衣服，拿好玉简，去后山的丙字库房报道。你的任务是负责处理2阶、3阶妖兽残躯的防腐清理。听清楚了，那些大妖虽然死了，但残骸上附着恐怖的凶煞之气，处理不慎，经脉静脉毁，重则走火入魔。上个月刚抬出去3个疯掉的杂役，你既然是苏师叔看中的人，想必不会这么短命吧？别人避之不及的夺命凶煞，对小鼎而言，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味的自助餐。是，多谢前知识提点，小人一定加倍小心。满汉全席开席了。保留灵性，极品底材，这都是你一个人干的？回大人的话，小人以前在外门就是专门干这种粗活的，熟能生巧。从今天起，丙字库房的一切杂事全交由你一人负责，绝不让任何人插手。4阶覆海魔猿的完整骸骨，如果能想办法摸到它，把它拼凑到法相上，元婴之下，谁能挡我？怎么偷？外面3队筑基期交叉巡逻，以现在的速度，强闯连外围50步都靠不近。破阵可以学，但首先速度必须提升到极致，至少要快到能避开筑基期后卫的神识。就是他，3阶警戒符，一碰就全宗门拉响警报。这该死的防带玻璃，看得见吃不着。你就是新来的杂役，把凌云隼双翼的玉盒拿出来，本少爷要拿它炼制风雷本命飞剑，耽误了时辰，扒了你的皮！是免费的开锁匠自己送上门了。是林师兄稍后。林师兄，
这上面有长老的警戒符，小人修为低微，不敢触碰，请师兄亲自解剖。哼，废物！好浓郁的气息，果然是极品。一对被抽干了核心潜力的空壳垃圾，拿去练本命飞剑，这辈子也别想突破3阶了。干得不错，赏你的。林师兄真是个好人，不仅帮我破枫叶，还倒贴灵石。变法身。获得2阶天赋风雷残影，双翼加持，速度暴增，移动时原地留下足以迷惑神识的残影，极限速度可短暂踏空。试试效果。太快了，就算筑基中期的神识，我全神专注也绝对无法锁定我的轨迹，无伤前行的速度具备了。快点儿，慢吞吞的，耽误了本少爷练气，扒了你这杂役的皮。3两2阶铁羽鹰骨，1钱炎蟒毒囊，材料齐备，请师兄查验。哼，算识相。速度有了，但不够。高级库符外围刻满了警戒感应阵法，活物靠近瞬间触发，速度再快也快不过阵法警报。冰蟒之瞳，开！什么狗屁天地阵法？这不就是把符箓的灵力纹路放大，画在地上？阵旗是符笔，阵盘是符纸，灵气运转节点便是符文中灵力交汇的枢纽，降维打击。该死，哪里出错了？灵力死活无法闭环。一眼看破。去指点长老借此平步青山，那是蠢货找死的行径。成了，竟然成了！是谁？谁结的死结？哪位高人在此？纸上得来终觉浅，该实操了。反真宗，频率同化。完美，技术碾压，降维破解，阵法形同虚设，内门的大门对我彻底敞开了。明天该去进点高级货了。绝密，最高级别封存。裂空损，只要吸了这具完整空间精华，加上之前的暗影豹和玄铁龟，第一个食神级基板突变就能激活。这裂空隼限定顶峰药物，陆枫，你算什么东西？这裂空隼的风系本源归我了！放肆！此乃库房重地，滚开！我的了。哈哈哈哈！结丹机缘归我剑顶峰。陆枫，你个蠢货！为了不让我得到，竟然用剑气毁了他的空间本源，简直暴殄天物！放屁！老子什么都没干，这明明是空壳！一群蠢货，为了一把骨灰，打得头破血流。
检测到完美自办分队完成，获得2名神血自动遗产。绝对隐匿，无视防御。消耗太大，最多维持时息15秒，15秒后沦为废人，足够把毫无防备的结丹初期切成8块了。2阶巅峰裂空隼化为飞灰，谁给老夫解释？长老明鉴，是炎烈用爆裂法术炸毁的。放屁！是你用剑气搅碎了本源。长老，那是这看门狗保管不善，材料流失灵性。杂役，若有半句谎言，搜魂炼魄。回禀长老，昨日午时3刻，2位师兄强闯库房，交手第7招，剑气击中玉盒，小人按规矩避险，玉盒已碎，材料化灰。入库记录及灵力变动拓印，请长老查验。毁坏重宝，互相推诿，发配司过衙3年。记录详实，临危不乱。你这杂役倒算尽职。这是涂了赤胶的普通铁矿石，不是贪污倒卖，有人在暗中抽调所有爆炸物，有魔门内鬼，准备炸平整个珍宝阁。魔门死不关我屁事，但我的假字号自助餐厅谁也不能动，这帮疯子想连我一起炸手会，必须抓紧华尔街符火力，我需要绝对饱和的火力。不够，1阶爆炎符对结丹器无效，这点材料凑不出足以自保能避开所有监控阵法，必定是拥有库房最高调度权的珍宝阁高层。结丹期内鬼，内鬼要炸库房，还要找人背黑锅。那我在他炸毁一切之前，把库房里的极品材料全搬空，这笔烂账算在他头上，很合理吧？李长老，昨日丙字库房被剑气波及，基础稳固阵法磨损，小人申请提调500张2阶极品空白符纸及3罐2阶研磨血，用于修补库房结界，防凶煞外泄。政治不怎么让这帮杂佣闭嘴，这蠢货自己把自己关起来。叶莲啊，你办事稳妥，这几天就在库房安心修补，无论外面发生什么动静，都不要出来，明白吗？小人明白，人在阵在，绝不踏出半步。好嘞，剑姬。工业化制服，开启。单仗威力对付结丹期可能不够，压缩。哪怕是真正的结丹期，只要敢踏进我的火力覆盖圈，我也能把它炸得连渣都不剩。李长老，你的动作太慢了，我可是等你好几天了。那是李长老，有魔门内鬼，结阵护卫珍宝阁。我尊有令，今日天福宗必灭，你们这些所谓天骄和灵才，都将成为老夫开启血海献祭大阵的养料。摧毁珍宝阁的黑锅总得有人。那个叫叶脸的底层，居然没乱跑，安安分分待在最深处，真是个铁腕弃子。正好，用你的血开启老夫的最后一道引爆阵痕。装神弄鬼的东西，被老夫吓傻了吗？老夫这就送你上路。李长老，你前几日批给我的那批修补阵法的材料，
我已经全修好，现在请你验货。怎么可能这么多？一个炼器杂役，哪来的灵力化这么多二阶符箓？晚了，关门打狗。报。给老夫顶住！500张2阶巅峰符箓，一个杂役怎么可能拥有这种战略级巨火？就算是伏骨长老也画不出。你到底是谁？好，老夫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我本来只想用福远远砸死，结丹期拼命，就这点力气。怪物，你是个什么怪物？倒计15秒。你以为启动大阵封锁库房就能肆无忌惮的杀人？不，你封锁库房只是方便了我，不用留活口。卷阴肌大脑，最多2分钟。报！查！给本座查！到底是谁干的？这是李副阁主的气息残留，他竟然被人挫骨扬毁了，连元神都没能逃出。结丹初期巅峰，在护宗大阵内被挫骨扬毁，连一丝气息都没留下。到底是哪个魔道巨蟒潜入了宗门？掌门，太上长老，灵子库房边缘还有一个杂役活着，他重度烧伤，似乎躲在防御死角，侥幸保命。立刻为他服用回春丹，必须救醒他。他是唯一见过袭击者真面目的人，也是目前宗门里唯一知道珍宝阁物资总账目在哪儿的活口。醒了，把你昏迷前看到的一切一字不落说出来，若有半点隐瞒，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回掌门老祖，小人一直在修补阵法，突然李副阁主冲了进来，他浑身冒着黑气，像个魔头。他杀了外面所有人，说要用库房里的炼阳晶炸平珍宝阁，让宗门根基尽毁。继续。就在他要杀小人灭口时，突然不知哪里飞来无数张恐怖的雷火符，密密麻麻像下雨一样，整个库房瞬间炸了。李副阁主被火海吞噬，后面的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看来是有魔门巨楼黑吃黑，或者路过的高阶制服宗师暗中出手。你先好生休养。杀人放虎金腰带，
重点记下杀人解剖手法，用来改良我的物理攻击切肉。好东西，以后用来去魔门白嫖特供资源。珍宝阁老人死绝，前线战士吃紧。你是目前唯一脑子里记住了几万种物资分类的人。本座破格提拔你为战时物资调度执事，赐内门执事法袍，负责最后方核心大营，处理海量妖兽材料和战利品。弟子领命，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勇。听说前线每天都会有无数结丹期甚至元婴期的大妖和魔修尸体被送回后方处理，看来我这个仓库管理员要迎来这辈子最豪华的一场自助餐了。